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来说一下安卓 APP 自动化测试时需要用到的 capabilities 参数。这些参数主要是告诉 Appium 我们的一些测试的行为，会涉及到很多方面。这些信息其实都可以在 Appium 的官网中找到，我只是摘录过来，然后注解一下。打开 Appium 官网，看一下这个生态系统这个页面。找到我们的驱动，就是你用不同的驱动的话，它的文档是不一样的。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capabilities， 它有分了很多大类，我也是从这里摘抄过来的，可以大致看一下。一个通用的驱动和 Appium 相关的 APP 相关的，这个是本地化相关的，还有这是 ADB 命令，还有更多就先不多说了。由于参数比较多，这一期就先讲一下这个通用的，以及这个本地化的参数。本地化这个是因为之前的官方示例代码有用到，所以就顺便说一下。看一下这个平台名称，这里就用这个 Android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测试的是安卓，不区分大小写。自动化名称一般就是填驱动的名称就可以了。设备名称，这个测试机的名称一般是不需要填写的，因为你即使填了，它也不会根据这个参数去指定哪个测试机来进行测试，都是由 UDID 参数决定的。然后这个 platform version 就是指定你要测试的平台的系统版本号，比如我们要测试安卓，那设置为15，就是要用安卓15的设备来测试。如果你没有指定 UDID 参数的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参数去找到这个符合这个系统版本的测试机来进行测试。像我这里有2个模拟器，一个是安卓11的，一个安卓15的。我这里写了15，那它就会去用15这个模拟器来测试。UDID 这个参数就不多说了，用 ADB devices 这个命令就可以获取到，就是你当前电脑连接了哪一些安卓机。我这里都是模拟器，没有真机啊。它这个纲要的参数只是显示更多的一些信息。No reset 的话就是不重置被测的 APP， 默认是 false， 也就是会重置 APP。重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测试完成的时候会自动关闭这个被测 APP， 并且每次开始测试的时候会先清除 APP 本地的数据。比如你的被测 APP 有个登录的功能，你登录了账号，正常情况下，下一次再打开 APP 是不需要重新登录的。但你如果设置这个 No Reset 为 False， 是默认的情况下，它每次测试开始的时候都会先清掉 APP 本地的数据，你就会需要重新去登录，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 Full Reset
是指是否需要卸载被测 APP。有一些测试场景，我们可能需要卸载重装 APP， 比如说验证这个初始安装的时候有没有正确的去请求了相机、麦克风权限等之类的场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no reset 和 full reset 参数一般不会一起使用，它们的某一些参数值的组合会导致报错。至于这一个参数是在查找元素失败的时候去输出页面的资源，也就是页面的一些元素信息，它会输出到哪里呢？就是输出到 Appium Server 的日志中，默认是 false， 也就是不输出。大概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分别演示一下这些参数的使用。还是用上一期的示例代码来做演示。这个平台名称、自动化名称、设备名称这个参数我们就不用了，不是很重要。这个平台版本来设置一下。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UDID 参数注释掉。我这两个模拟器，我用安卓15的。好，现在去执行测试。执行之前记得先启动一下 Appium 的服务。好，现在执行测试。这是安卓11，这是安卓15。可以看到，确实是在安卓15上面运行的，说明这个参数生效了。这个测试用例，我在这里加了个 sleep 的操作，就是在完成这些操作之后，等待几秒再结束，是为了演示的时候看清楚最后的画面，也不是很重要。接下来是 UDID 参数，这个就不多说了，前面已经讲过了。看一下 no reset。为了验证这个参数的行为，我让 AI 帮我改写了一下之前的被测 APP。先去打开看一下。这里会有一项数据，就是显示是否点击过 Gallery 的菜单项。默认是 No， 如果点击过就会存为 Yes， 并存到本地。现在来演示一下。默认是 False 的，就是会重置。启动了，注意看这个地方，这是 No， 说明之前本地的数据已经被清除了。现在把 No Reset 设置为 True， 就是不清除数据。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值是 Yes，
就是我们上一次操作过了，然后现在这一轮测试它也没有清除掉，说明这个参数是生效的。再来看一下 Full Reset， 它默认是 False， 设置为 True， 也就是说会卸载 APP。注意看，这里已经被卸载掉了，又重新装上了。接下来是这个参数，这个参数是在查找元素失败时，会把页面资源输出到 Appium Server 的日志。现在先去写一个测试用例，复制一下这个代码，改成查找元素失败的情况。这里的语言设置的是英文，那我们这个就按中文来查找，那它肯定是会失败的。这里我需要重新启动一下 Appium 服务，加一个日志的参数，就把日志输出到文件中，方便查看。现在我只想调试这个用例，可以直接右键去运行它，它就只运行这一个用例。跟预期的一样失败了，元素找不到。现在来看一下日志。因为这里是没有设置这个参数，默认的话它就是 false， 就是不会输出。现在在日志里搜索一下这个关键字，确实找不到。把这个参数加上。我这里打算用不同的日志来区分，所以再重新启动一下 Appium 的服务。再来执行一下这个查找元素失败的用例。还是一样的失败原因，元素找不到。来看一下这个02的日志，搜索关键字，确实能够搜到。往下查看，就是看到有一个类似树形结构的数据，
的时候，就在这里，这个就是它打印出来的页面元素的信息。就是查找元素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看一下这个页面到底都有哪些元素，对照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找不到。接下来把这些参数恢复一下。开始讲这个本地化的参数，主要有这3个参数，有的时候只需要2个参数。像官方这个示例，它就是只需要指定语言是英文，然后地区是美国。因为英语只有一种文字，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另外的参数了。如果指定的是中文，那你只设置这个地区和语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区分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的，所以就需要用到这个 locale_script 这个参数。现在来演示一下。先改成中文的。这里的语言地区代码是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相关的 ISO 标准。查找元素的时候，记得改成中文的。好，测试通过了。再改回英文的。测试通过。最后试一下这个繁体中文的。繁体中文的时候，我不确定元素的这个属性值，所以呢，需要先用工具查看一下元素，把这几个参数加一下。
看一下这个元素，果然显示的是繁体的。这里也改成同样的参数。再改一下这个查找元素的。这里已经变成繁体中文了，是因为刚刚我们用工具查看元素的时候已经设置过了。OK， 测试通过。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了，下一期再讲一下剩余的参数中比较常用的。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下期见，拜拜。